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熊猫品鉴团第2季。终于来啦！对啊，大家是不是久等了？想我们了没有？肯定想了呀，我都想你们了呢。因为上一季我们一直都在喝酒嘛，然后也都在说我们在南澳，我们在阿德莱德，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带大家看过阿德莱德到底是什么样。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要带领大家体验一下城市风光，然后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座城市嘛。对，而且阿德莱德也被大家称为葡萄酒之都，所以说我们喝了酒，我们怎么能不再去了解一下这个城市的风光呢？所以跟我们一起走吧。走 ，Let's go。那我们第一站来到了维多利亚广场。那你知道后面这个雕像是谁吗？我猜是维多利亚女王。对，那托老师，你知道就是维多利亚广场除了叫 Victoria Square， 然后还有一个名字，你知道是什么吗？看你能不能发出来。什么？念了一个 rap。汤娘，好像是叫汤娘娘娘。它应该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语言吧？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两个旗，一面是澳大利亚的国旗，另外一面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对，所以说象征意义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一起的生活在一起，然后一起和平的相处。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下沉广场，对，然后每年的圣诞节会在这里面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巨大的圣诞树，还有那个一年一度的美食节，我超爱来这里，超好吃。南澳就有很多的节庆活动，对，它被称为那个 Festival City， 对，节日之城。好，那我们下一站准备去哪里？那我们就去这旁边 Central Market 和唐人街吧。好，走吧，Let's go。我们现在来到了就是阿德莱德最有名的一个生鲜市场，中央市场 Central Market， 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而且是一个真的是阿德莱德特别值得让人怀念的一个地方，对，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Central Market 除了海鲜，那个饭以外，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那些肉店呀，就是去死，总是离不开肉，对不对？对，然后回家去烤肉嘛 ，BBQ 各种味道的 BBQ 的肉。那 Sky， 那你觉得 Central Market 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那些就是新鲜的蔬果，然后就是有时候下班嘛，然后就会去那边买一些蔬菜，然后回家做饭，然后就会发现他们的蔬果真的很新鲜，然后又对，而且种类很多，对，就有些中式的那种，对，尤其是周六下午的那个特价，1点到3点，紧挨着 Central Market 就是 Chinatown 这条街，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条街还蛮长的，周围两边聚集了所有就是华人的商店，什么绝味鸭脖啊，然后一些什么饺子馆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水饺店啊。对，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就是香港食品中心嘛，对，食品超市啊，对，川菜啊，然后粤菜啊，然后面啊、粉啊，反正就是各种好吃的。你现在看这里面比较冷清，但是其实每年过年的时候啊，对，或者说有一些中国传统节日的时候，对，这里面超级热闹。对，他们还会有舞狮，对 party。然后我们现在就刚好来到了这个。牌坊就是这个牌坊，我们每次就说牌坊就知道是Chinatown，很亲切。这个我看唐人街3个大字。这边的牌坊叫唐人街，然后那边那个牌坊上面写的是中华门所以这个是中华门加上唐人街的感觉。我觉得在各个国家的这个唐人街是不是都有这个牌坊啊？对，都有。我觉得应该都会有吧。然后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尤其是华人比较多的城市，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牌坊的。这个就有点像是一个中华城的一个特色，就是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牌坊，大家觉得我到了中华城。对，我到了中国 Chinatown 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去阿德莱德最火爆的步行街吧，最繁华的步行街。去购物。对，那我们走吧。最喜欢购物了，走吧。
们现在在哪里啊？Random Mall 蓝道购物街，蓝道大街。然后看到这只小猪了吗？这只小猪 Oliver。这边呢有一个景点是要看，就是4头非常可爱的小猪。这个今天在这里是6头，这个真的很大了好吗？然后他在这边翻垃圾桶，然后他还很生动，这里面垃圾桶都做了很真实。对，香蕉皮啊。对啊，对。所以蓝道购物街是阿德莱德最大的一条购物街了，对不对？对，它是步行街。对，然后周围两边就是很多的店，商铺林立。对，想来逛街就一定会来这条街逛。对，什么都能买到。我已经很久没有来这儿，我刚刚一路走过来，特别想去购物，要不咱俩去购物？购物吧，女人的天堂。走。分2个，我们在工作第一，真的是不要这样子。明天再购物吧。对，要做一个称职的 YouTuber 短视频 MC。对，好。这是哪里啊？阿德莱德的拱廊啊。哦。这条街的建筑是目前就是 Random Mall 里面最老的一个建筑。1楼的话，两边全都是一些非常古老的一些店铺，然后一些手工制品。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这块有一家卖帽子，各式各样的帽子，然后做工非常的精良。哇哦！我的印象都是这边的咖啡厅，这里面有2家咖啡厅。对，之前上课的时候就经常从这里面路过嘛，然后就会去早上起来路过的时候就会买一杯咖啡。我们现在已经走到 Random Mall 的尽头了。这里面虽然是阿德莱德的一条购物街，但是它不光生活气息很浓厚，其实它的艺术气息也很浓厚。对，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街头的艺人，然后他们在这里弹琴啊、弹吉他、唱歌。每年2月份、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月的那个艺术节。对，对，我知道是 French 每年都会在这里有些艺术装置。对。从这条街往前走一走，然后就会去到那个 East End。对 East End 可以吃喝的地方。然后前面这条街就是 Randall Street 嘛，其实吃的东西蛮多的，对，美食一条街。那我们去吧，走吧。好，我们现在点了3杯他们家最有名的啤酒。我觉得这个看着很棒哎。对，这就是他们家最有名的那个樱桃啤酒。然后你看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少女。中间这是一个比较就是淡的，就是 light 的那种啤酒，有点像白啤吧，我估计。因为他说这个是会有一些柑橘的味道，他会说比较清新。然后这个的话是他们家最有名的一款啤酒，我刚才买的时候都已经卖光了，然后他又去拿了一个新的给我。这个看着就像是德国的黑啤。对，这是他们家的黑啤，他就说这个真的是太好喝了，你一定要点这个。一定要喝哦，忍不住了。对，我觉得这就是阿德人的生活，就是大中午的都要喝杯酒。有些人就是可能从早上就开始喝酒了。这就是澳洲人的生活。对，是的。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是什么呢？等饭来。我们又开始吃。对啊，又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对啊，你说一整天介绍阿德，我那天我们怎么可能不吃呢？对吧？对，我那天看我们频道下面的留言，然后有一个人写的Sky 小姐姐一到吃就放得很开。我是觉得这个区是我这边比较喜欢的一条街，就会觉得说很舒服，就可以坐在外面，然后环境也还挺好的。而且这种艺术氛围我觉得很好。对，很安静，就是很悠闲，不会给你一种特别紧张的感觉。对。我天哪，他们家是先介绍一下点的什么菜吧。这是鱼炸鱼薯条 ，fish and chips 呗。然后这边是那个炸鸡，然后配他们推荐的蘑菇酱。这来菜了呢，这个是洋葱圈，就洋葱圈他们家也挺有名的。然后这个是那个 nachos， 是那个墨西哥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薄脆的那个，有点像薯片，对。然后它配的是五花肉，烤五花肉，我都看到了，感觉好好吃。然后这个是烤排骨，我的盘子没地方放。ribs 这个是一定要吃的，这个就是一定要吃的。反正话不多说，好不好？开吃吧，这么一大众美食。炸鱼薯条一定要蘸酱，吃了啊。好吃。哇，这道菜绝对是墨西哥风味的。就很多那种香料味，有点 taco 的那种感觉。这应该这样，你知道吗？拿一片，然后蘸上西红柿。还是 Sky 会吃哦。
哇哦，看这个鸡肉超棒，还有蘑菇酱。这洋葱圈也很好吃。新一期的拍摄顺利啊！多多涨粉，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吃饱喝足了以后，我们就来到了其实我们3个人最熟悉的一个地方，那是哪里呢？阿德莱德大学。对，阿德莱德大学。那 Sky， 你觉得就是这2年来吧，就是阿大校园对你印象一个最深刻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这个是主校区嘛，就是我平常上课其实不怎么来这个区，但是印象最深可能是就这个地方图书馆。对，就有时候备考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小组作业的话呢，大家都会约在里面，然后在这边真的度过了很多的时光。对对，可能我们之前没有告诉大家，就是我们3个人都是阿大，对阿大的学生，但是我们是不同年级，我们不同年级。我是学姐，我是2学姐，她是学姐，霍尔是一个人是学弟。学弟，其实阿德莱德大学也是在我们这个整个阿德莱德 City 的中心，然后非常地理位置非常棒。阿德大呀、南澳大学啊，都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气息，然后学术氛围的一些学校。而且阿大也是澳大利亚就是8大学校，对8大之一。对，就是一个整体来讲学术氛围也好啊，或者是对，还有研究氛围，然后整个对氛围都很好的一个大学。好啦，我们现在到了我们今天的重头戏，这是哪里呢？我为你们种下的葡萄园。哦，对，我们现在来到了就是南澳最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之一，Barossa 是整个就是南澳来说真的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葡萄酒产区，所以说基本上很多人来阿德旅游嘛，来南澳旅游的必去的一个景点吧，我觉得。对，也算是一个比较火的旅游的一个方式吧，就是逛酒庄，然后尤其来南澳旅游的人一定会来逛酒庄的。对对对，是一个经典的产业。哎，那为什么阿德莱德被称为葡萄酒之都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是南澳洲的首府吧，因为毕竟南澳洲就是以产葡萄酒为主的，对，是个主要产业嘛，葡萄酒产业。对，而且就是其实每年的这个，你们去看 One Australia 的报告，就是每一年就是南澳这边出口到全世界各地的葡萄酒产量占比很高，然后加上我们又有很多像Barossa 啊，还有 Macquarie Vale 啊，还有就是这种就是更多 Coonawarra 这种就是经典的葡萄酒产区，然后加上南澳气候，因为也是更偏向于一个地中海的气候，所以非常适合就是种植葡萄，所以说大家都很天气整体比较温暖一些，对，所以它很适合葡萄的生长。对，尤其是 Barossa 的话，就是希拉就是在这里就是发光发财，找到发热，对，发光发热，找到了它的自己的价值。还有很重要的点是因为这边有特别多的老藤，对不对？对。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期还去了看那个穆赫海特最老66年的老藤，世界上最老的了。对，还有很多像哥海纳、希拉都在Barossa 找到一个他们最老的藤都在这里。我们很久没有去探访过酒庄了，那我们这一季是不是应该多去探访一些酒庄呢？看没有问题。上一季带大家去过2家嘛，对 Harrison 跟 Two Hands， 对，然后这一季会带大家去更多的酒庄。如果大家想看上一集的内容的话呢，就是要点哪里？点这里。在那里。如果大家就是想要让我们去探访什么样的酒庄，或者大家对什么样的酒庄感兴趣，可以在留言区评论，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就一定会去品鉴它。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葡萄园就是怎么没有绿油油的？对，因为现在是冬天了。对，其实这是冬天葡萄园一个常态，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对，它这个应该是芽是吗？来年春天就会长出新的那个对枝条。对，应该叫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一块整个这一片葡萄园还是一个那个短枝修剪的一个方式。对，我妈真的好技术啊，真的是。反正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葡萄园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了。我觉得还冬天的是另外一种感觉嘛。冬天是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挺酷的，就是这样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去了挺多的地方，然后也带大家去好好的看了看阿德莱德是什么样子的，真的非常的完美，很充实的一天。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第2期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鼓掌！所以希望大家就多多关注我们，然后我们会给大家以后带来更多的阿德莱德的城市风光，然后美食、葡萄酒的文化品鉴，对，还有整个澳大利亚的文化，我们都会去体验到。那我们再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对，让观众朋友们重新的认识一下我们。大家好，我是 Tony， 瘦了40斤的 Tony， 瘦了40斤的 Tony。导演在这里面放上我原来的对比图。好，大家好，我是 Alina， 我就是那个懂酒的 Alina。Hello， 大家好，我是 Sky， 就是那个最爱吃的 Sky， 没错，就是我。熊猫品鉴团起飞啦！那寇老师讲一下我们的邪恶计划吧。很难讲。暂时要离开我们一阵子，然后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都是恶整还是惊喜啊？不管了，反正惊喜吧。OK， 好，我们现在就要实行我们的邪恶计划了，来吧。说没有人好奇中间这个是什么的。好奇什么？开箱秀，你要开什么？怎么突然就开箱秀？要拍了。要不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在拖运后面藏了一天了，虽然不是什么。100万粉丝给你带回家，谢谢。然后还有我们的授牌仪式，还有我们的卖牌，真的100万粉丝哎，拍卖呀！我们大概算了一下，应该有100万人。而且我们在火锅店，可以直接吃，或者可以直接下直接吃，400的火锅店，100万粉丝让你带回家，100万粉丝带回家。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奢华的团体啊！你看我，3份，里面那么少，好吃。